大家好，我是大傻。我是一个伊夏雅的僧侣，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在大乘佛教僧团的僧侣。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的憧憬，有关于佛教的一切，很庄严的佛像，很好听的佛教的赞颂，还有出家人看起来很庄严安详的行止，他们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举动，都非常的触动我。那就在一个机缘之下，我进入到寺庙生活。在长大之后呢，寺庙的学习告一个段落，就回到社会上接受教育。等到我回到社会上之后，发现我的生活好像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于是有一些冲突。这些冲突里头，有一些是我自己的需要，有一些是我自己的想象，也有一些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有的那些烦恼。对，你们知道大概那个是什么？那于是我碰到了我的辅导老师，在跟他工作的一段期间，他发现我需要的不是理智上的了解自己经验到了什么或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有一个方法往内在去真正的探索。那个我一直很渴望的经验是什么？那刚好他是一个扬升者，所以他推荐我去上了我的第一球体。那我就在大概15、16年前学会了这个方法。大家大概都明白佛教的法道分成3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属于重视个人解脱的，第二个类别是更重视于大家一起解脱的。那第3个法道就是秘密的传承。那我是属于重视大家都要解脱的传承。在我们的这个传承里面，只要是可以利益每一个人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做，所以它看起来就会有一点忙碌，甚至在我的经验里面会有一点疲惫。举凡你想象得到的教育、慈善、救苦，所有你可以想象得到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事情，都是我们会去做的。那我有一个反省，就是当我在做这么多利益别人事情的时候，我自己的内心却不安稳，或者是我却无法感受到和平，那这一切就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冲突，而它非常的令人受苦。所以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意图，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跟我们一样经验到幸福和安乐，可是来到某个点上，怎么一切都变得非常的复杂。于是我知道大部分的人可能就会在这不同的法道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很多人可能在第2条法道里面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开始向往秘密的教法。这秘密的教法里头包括灌顶，包括任何可以满足我们需求的那些看起来有一点神秘的方法。那也有一些人会回到第1条道路，就是所谓的最接近佛陀教诲的道路。这条道路重视的是透过观察自己的身心，然后去熄灭自己身心所带来的痛苦。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我在这3种不同的法道都有涉略，然后也都有做过一些练习。他们是有用的，但是他们的有用取决于，也许我要有比较多的时间，也许我要有很强烈的热情，甚至我必须要放弃我的一些需求，或者是我所偏好热爱的生活。那遇到伊夏雅的教法非常令人兴奋的地方是，我不必去放弃一些什么，我甚至也不必想要去得到一些什么。这样子的教诲其实在佛教里头也有被保存下来。也就是一个菩萨，他是不以自己安乐的目的去分享喜悦给众生，
但是我真正去体验到这种经验是在伊夏的教导，也就是当我闭上眼睛开始使用我们在第一球体里头所教导的4个技巧，我跟大部分的人都一样，有一种安详、平静、喜悦回到家的感觉。甚至来到某个时刻，他们对我而言不再是一种感觉，他们不再是一种有时候会出现，使用这个方法会出现，有时候会不见，不使用这个方法就会不见的东西，它不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试图去把伊夏的教法跟佛的教导做融合，因为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很不一样。但是当我真的从过去在佛教僧团里生活的经验，使用伊夏的扬升这个教导之后，我发现在看不到的地方他们是一样的。在这个内在经验的基础上，在闭上眼睛的这个状态，不管我看起来像是一个佛教的僧侣，或是一个佛教的僧侣在学校工作的老师的这样子的身份，我都可以经验到他们在差别以下的那个地方是没有差别的，是一致的。